好幸福啊！煎饼果子就做好啦。大家下午好啊！我最近看了一些视频，我发现中国的煎饼果子不仅在中国特别流行，而且在国外也被很多人种了草。所以今天呢就很想去做一个煎饼果子，让大家看看这个国民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。今天的面粉呢用的是小麦粉和玉米粉，比例是1:1，然后放入一点盐和芝麻油。加水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一点一点的加，直到调成屏幕里这样的酸奶状，这样才能在锅里摊成薄薄的一张饼。煎饼果子里面的那层薄脆呢，我们就用买来的馄饨皮来做就可以了，不仅方便，而且做出来也非常好吃。馄饨皮我们用擀面杖给它轻轻的擀一下，让它变得更薄一点，然后在上面划2刀，这样炸出来会更香更脆。我们去用油给它炸一下。锅里放入足够的油，这时呢，你把筷子放进去，当筷子上面冒小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馄饨皮放里面炸了。我们给它翻一下，让两面受热均匀，炸成屏幕上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。隔着屏幕呢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酥脆。薄脆准备好了，我们再来准备放在里面的肉和蔬菜。我这次呢用的是午餐肉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成比如说香肠或者是昨天剩的一些鸡肉都是可以的。再来准备点葱花和香菜，你要是喜欢萝卜干或者榨菜的话，也可以放一点。配料准备完毕了，我们就可以来摊煎饼了。我今天用的是不粘锅，其实油放一点点就够了。放入面糊之后呢，建议大家快一点的把锅摇一下，让面糊能均匀的摊在锅底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我这个面糊调的还是有一点点稠，而且我在翻面的时候发现它比较容易破，所以面粉的比例我重新调整了一下，将比例调成了2份全麦面粉和1份玉米面粉，水也比原来多加了一些。面糊刚调完，我们先让它等一下，这时我们可以先把午餐肉煎一下，这样它的味道会更香。锅里留一点底油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摊煎饼了。这是希望我们可以成功。你看，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不停的惊喜。Oh my god！ 简单的清理之后，我们重新再来。虽然并不是很完美，但是好过还在锅里边。在煎饼上面打一颗鸡蛋，然后轻轻的把鸡蛋捣碎。我们可以将鸡蛋液把空缺的地方给填平。一会儿吃的时候，这一面是在外面，所以撒点黑芝麻会看起来更好看。No！ 我今天放的是甜面酱和蒜蓉酱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比如说放一点蛋黄酱或者是番茄酱。
都可以的。葱花、香菜，这样就可以啦。这样，这样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这样一份充满波折的煎饼果子，我就算是做完了。煎饼果子就做好啦。我们现在来尝一尝，哎，味道如何呀？看着还不错。就是街上卖的那个味道，在家也可以实现煎饼自由了。就是我的饼摊的有点小，你看后面都露出来了。好幸福啊！哎，我里面忘放蔬菜了。虽然不完美，好在完成了这个过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